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看似尋常，但是在背後卻隱藏着龐大科學與演化邏輯的議題。你可以先冷靜下來，思考一個有趣的悖論：人類為什麼會如此瘋狂地愛着狗？你想想看，我們心甘情願花費大量的金錢去購買昂貴的五穀飼料或是鮮食，我們每天早起毫無怨言地清理它們的排泄物，甚至在安排出門旅遊的時候，還要為了尋找合適的寵物旅館而焦頭爛額。最矛盾的一點是，我們明明在理智上都知道，狗的壽命遠遠比人類短上許多，也就是說，這段親密關係在展開的那一天起，最終幾乎注定要以人類承受巨大的心碎與悲傷作為結尾。但是，我們還是前仆後繼地投入其中，甚至樂此不疲。這如果在講求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演化法則中來看，聽起來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對吧？其實，人類與狗之間這種極度深厚的羈絆，絕對不只是單純的情感投射，或者是我們單方面覺得它們很可愛而已。今天，我們將從神經科學、演化生物學的角度，一路談到哈佛大學最新的臨床醫學研究，為各位進行一次最深度的底層邏輯拆解。在今天的拆解報告中，我們會循序漸進，透過5個層次來推進這場知性之旅。第一點，我們會探討狗是如何完成自我馴化的。第二點，我們會拆解跨物種的催產素回路。第三點，看看狗如何成為人類的終極生活形態處方。第四點，深度剖析狗的情緒與悲痛機制。最後，我們會帶出哈佛大學目前最前沿的犬類研究計劃。重點來了，我們先切入第一部分，狗的自我馴化。這是一個徹底顛覆歷史認知的演化過程。長久以來，我們的大腦裡可能都有一幅畫面：勇敢的原始人在荒野中捕捉了野狼，然後經過世世代代的馴養，把它們變成了乖巧的狗。但現代的科學界推翻了這個浪漫的想象。事實上，目前的共識是，其實是狗自我馴化了自己。我們沿着時間軸來還原這個過程。在數萬年前，有一群膽子比較大、天生比較不怕人類的狼，他們發現了一個生存捷徑。他們發現，與其在嚴酷的荒野中拼死拼活的狩獵，倒不如待在人類聚落的邊緣，撿拾人類吃剩的廚餘，這樣反而更容易生存下來。為了能更靠近人類而不被攻擊，他們的基因開始發生變異，性格變得越來越溫和。進入歷史時期之後，他們發展出了一種村落犬的模式。所謂的村落犬，就是它們並不專屬於某一個特定的主人，而是與整個社區的群體產生互動與連結。而且各位要知道一個驚人的事實，全球絕大多數的狗，直到今天，其實依然是以這種村落犬的模式在生存的。真正大規模進入人類家庭，成為專屬的寵物與主要社交伴侶，其實是現代才發生的轉變。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狗的天性就是為了融入人類社會而量身打造的。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針對這個演化過程提出了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半開玩笑的理論。他們形容狗就像是心理上的寄生蟲，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成功的駭客入侵了人類的心理機制。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人類的大腦裡面原本就內建了一套非常強大的社交衝動機制，這套機制原本是專門用來確保我們去照顧人類的嬰兒，以及維持人類伴侶之間的關係的。而狗呢，它們透過無辜的眼神、搖尾巴的行為，還有那種保留了幼體特徵的可愛外表，非常巧妙地鑽進了我們大腦的情感漏洞，直接劫持了這套照顧系統。他們欺騙了我們的大腦，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把他們當成具有人格的小人類來對待。如果你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這簡直是一種極度高明，甚至可以說是開掛的生存策略。狗根本不需要自己辛苦去打獵，它們只需要提供情緒價值，就能換取人類心甘情願地為他們準備好一切生活所需，甚至提供最頂級的醫療照顧。理解了演化背景之後，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二部分，跨物種的催產素回路。我們要來看看這種神經化學層面的真實連結。剛才提到狗劫持了我們的情感系統，
但這種跨越物種的羈絆，絕對不是人類單方面的情感投射或是大腦的錯覺而已，它伴隨着非常真實的神經化學反應。在這裡，我們必須精確定義一個關鍵的生物學機制，也就是催產素。當我們與狗進行溫和的眼神交流，或者是單純的肢體接觸，撫摸它們的時候，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不只是人類，包括狗的大腦，雙方都會同步分泌出大量的催產素。催產素是一種與社交連結高度相關的荷爾蒙，它在我們的大腦中同時扮演着雙重關鍵角色。第一，它會去強化多巴胺的獎勵作用，這會讓你和狗都感到一種極度強烈的愉悅與滿足感。第二點更關鍵，它同時會大幅度地抑制大腦中那些會產生壓力的化學物質。這代表了什麼？這代表只要人類與狗建立起深厚的關係，哪怕只是雙方安靜地待在同一個空間裡，就能在生理層面上為彼此建立起一道實實在在的防護罩，用來抵禦外界的負面情緒。這也是為什麼在現代醫學中，狗可以被正式列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PTSD， 以及嚴重焦慮症患者的實體醫療輔助工具。這完全不是玄學，這是扎扎實實可以用科學儀器測量出來的神經化學反應。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狗不但演化出討好人類的機制，還能在化學層面上與我們互相治癒。所以這就導向了我們的第三部分，狗其實是人類的終極生活形態處方。我們把視角拉回最日常的生活層面，哈佛醫學院的學者甚至將狗定義為人類最完美的生活形態醫學教練。為什麼這麼說呢？現代醫學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人類每周需要累積達到150分鐘的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才能維持最基本的心血管健康。150分鐘聽起來其實不多，但人類天生就是有一種惰性。如果單純只是為了自己的健康，我們很容易找各種借口偷懶，對吧？下雨了，太累了，明天再說。但是人類的心理機制非常有意思。當我們意識到眼前這個生命完全依賴我們才能生存，而且它有着強烈的健康與活動需求時，我們的執行力就會呈現爆發性的飆升。我們會因為一個簡單的念頭，我的狗現在需要出門散步了，而毫不猶豫地穿上鞋子，推開大門走出去。狗正是利用了人類這種強大的責任感，毫不費力地強迫我們每周穩定地達成了這150分鐘的健康指標。除了基本的運動量，現代醫學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心理健康指標，那就是人類每周需要有120分鐘的時間，讓自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當中。這對於降低體內的皮質醇、維持穩定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關於這一點，哈佛的學者分享了一個非常經典且觸動人心的真實案例。有一位母親，原本因為長時間需要照顧家庭以及照料年邁的雙親，心力交瘁，最終陷入了嚴重的社交孤立狀態，幾乎不跟外界互動。但是呢，在他的家人為他帶來一隻名叫 Reese 的黃金塗鴉犬之後，他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為了滿足這隻狗每天探索自然環境的強烈需求，這位母親必須每天帶着狗出門散步。結果呢，因為這隻狗的存在，他被動地打破了原本堅固的社交藩籬。在短短的時間內，他就在社區裡結識了20位新的朋友，甚至開始頻繁地參與各種社區聚會。這隻狗不僅強迫主人完成了接觸大自然的時數指標，更成為了打破現代人社交孤立、重建人際網絡的最強破冰船。接下來我們進入第4個層次。既然關係這麼緊密，我們必須來認真談談狗的情緒與悲痛。這是一種極度原始而純粹的情感反射。既然狗能夠在生理和心理上如此深刻地影響人類，我們在日常相處中其實非常容易犯下一個毛病，那就是過度擬人化。我們會不自覺地把人類那種極度複雜的情感完全套用在狗的身上。為了釐清這個誤區，我們用嫉妒這個情緒來做個深度的對比分析。
當人類感到嫉妒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其實正在進行極度複雜的背景運算。我們會去思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會去建構一套為什麼他不配擁有，而我才應該擁有的底層邏輯。這裡面充滿了各種人質層次與理性化的自我包裝。但是狗的嫉妒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當你伸手去撫摸別的狗，而你的狗在旁邊表現出焦躁甚至生氣的時候，它的確實是在嫉妒。但請注意，那是一種極度原始、粗暴、毫無過濾的情感反射。狗根本不會去思考資源分配公不公平的問題，它們就是單純地、直接地對眼前的刺激做出最直接的保護反應。這告訴我們，狗確實擁有豐富的內在情感生命，但它們大腦處理資訊的運作方式與我們人類其實有着本質上的巨大差異。正是因為狗的情感運作機制如此直接、如此純粹，它們的大腦裡完全缺乏人類社會中那種複雜的理性化機制，這就導向了一個非常震撼的心理學結果。當我們失去一隻狗的時候，人類所面臨的悲痛往往會強烈到令人完全措手不及。你想想，在我們人類與人類之間的人際關係中，無論關係多好，通常都還是伴隨着某種程度的妥協、期待，甚至是一點點的利益考量。但是人類與狗的關係是絕對單純的，那是一種毫無保留的付出與完全的依賴。當這種毫無雜質的愛突然從生命中被抽離時，它會在一個成年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種極度原始且暴力的撕裂感。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平時看起來非常堅強、從不輕易流淚的成年人，在面對愛犬離世的那一刻，會經歷徹底的情感崩潰，甚至需要花費極長的時間才能勉強走出創傷。因為這份愛太乾淨、太沒有條件了，一旦消失，人類那顆習慣講求邏輯與理智的大腦是完全無法找到任何借口去進行自我安慰的。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最後第5步。帶各位看看哈佛最新的犬類研究，也就是著名的 K9 腦部計劃。在深刻理解了這層跨物種的化學與情感羈絆之後，科學界並沒有停下腳步，他們正利用這些既有的知識，大力推動一項名為 K9 腦部計劃的前沿研究。這項計劃的終極目標是要解開犬類大腦更深層的運作機制，因為這將會直接影響人類未來的健康發展。目前，這項計劃有幾個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方向。首先，科學家正在大規模追蹤犬類的創傷基因，以及它們在生命早期面對壓力的反應機制。研究團隊發現，面對同樣的創傷經驗，有些狗天生就具備極強的心理抗壓性，能夠快速恢復，而有些狗則會留下長期的行為障礙，像是極度嚴重的分離焦慮症。如果科學家能精準找出控制這種心理韌性的特定基因，未來我們或許就能為患有創傷的犬隻甚至是人類開發出更有效的治療方式。此外，科學家也在深入研究狗那不可思議的醫療偵測能力。目前的臨床數據已經確鑿地證實，狗可以憑着嗅覺提前感知人類糖尿病患者即將爆發的低血糖危機，甚至能夠在人類癲癇發作之前給出預警。這意味着，狗正在從單純的陪伴者正式進化為一種極度精密、有溫度的生物醫療偵測儀器。然而，要培育出這種頂級的工作犬，背後的成本與難度其實超乎想象。根據哈佛大學資料庫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這類高度專業的醫療服務犬訓練中，最終的淘汰率高達50%。換句話說，有一半的受訓犬會遭到淘汰。為什麼幾率這麼低？因為這項工作的標準實在太嚴苛了。這要求狗不僅要有絕佳的嗅覺，還必須具備完美的心理穩定性、強大的專注力以及絕對的服從性。這種極高的淘汰率直接導致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全球有大量需要醫療服務犬來救命的患者，往往面臨着長達好幾年的排隊等待期。這正是哈佛學者目前急於突破的技術瓶頸。他們希望透過繪製出精密的犬類大腦圖譜，從源頭就提前預判出哪些幼犬的大腦特徵具備成功結訓的潛力，借由這種篩選機制來大幅提升培育
效率，解決這龐大的供需失衡問題。聽到這裡，如果你剛好是一個目前還沒有養狗，但聽完這份拆解報告，心動的想要立刻衝去帶一隻狗回家的人，請你務必先冷靜下來。所有的科學數據與臨床經驗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項極度龐大的生命責任。這裡有一套專業的建議，你必須嚴格執行以下3個步驟，再來做決定。第一步，徹底研究犬種的特性，並且極度誠實地評估你現在的生活形態是否真的能配合他們的需求。第二步，先去動物收容所擔任志工，或是嘗試短期的中途代養。你必須讓自己在最真實，甚至有點混亂的情境中，親自體驗照顧另一個生命的壓力。第三步，進行一次無情的財務與情感評估，從未來可能源源不絕的獸醫賬單，你個人生活品質的妥協，一直到10幾年後注定要面對的那場龐大且撕裂的悲痛，你必須捫心自問，你是否真的已經具備了承擔這一切的底氣。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人犬羈絆不只是情感投射，而是跨物種的神經演化奇蹟。這份毫無雜質的愛是我們最頂尖的健康處方，但也注定帶來深刻的悲痛。當你下次凝視愛犬的雙眼時，不妨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人類馴化了狗，還是他們的基因早已徹底征服了你？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